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内容基于真实资料整理，用轻松温柔的方式陪你走进她的点滴与成长。所有画面均为实拍呈现，为使用爱生成。愿这段时光带给你片刻放松，也让你在不经意间更加喜欢与珍惜自己的那份热爱。白日提灯封神明场面，领主大人撩到腿软。迪丽热巴、陈飞宇这对真的太会了。白日提灯这段剧情直接给我 CPU 干烧了。迪丽热巴演的领主大人贺思慕，那撩人的手法简直是顶级调戏天花板，不是刻意撒娇，也不是装可爱，就是浑然天成的不经意，偏偏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踩在陈飞宇演的段须的心巴上，看得我全程姨母笑，嘴角根本合不拢。先说说最让我上头的名场面，领主大人的撩人真的全是致命细节。他凑到段须身边的时候，总是故意把呼吸贴得特别近，温热的气息扫过他的脖颈，然后轻轻亲一下他的脖子，动作又轻又软，眼神里还带着点漫不经心的玩味。段须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耳朵红得能滴血，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眼神躲闪的根本不敢看他。还有段须抱他的时候，他也不老实，脸凑得特别近，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脸颊，发丝扫过他的下巴，那种暧昧又暧昧的张力直接拉满。最绝的是他的肢体接触，完全没有丝毫刻意感，从段须的脸轻轻摸到胸口，指尖带着点微凉的温度，眼神里还带着点好奇的打量，看得段须心跳都要漏跳一拍，甚至突然就趴到段须身上，整个人软乎乎的挂在他身上，脑袋还在他颈窝蹭了蹭，像只粘人的小狐狸。段须只能僵着身子扶着他，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一动就惊扰了他。这种撩而不自知的感觉，比刻意的示爱更让人上头，毕竟最致命的诱惑，从来都是不经意间的心动啊。一开始好多人吐槽迪丽热巴和陈飞宇有年龄差，演情侣会不会违和？我看了剧才发现，完全多虑了。迪丽热巴的可塑性真的绝了，御姐和甜妹切换自如，拿捏得死死的。演灵界领主贺思慕的时候，红衣白发，眼神冷冽，周身散发着万灵之主的强大气场。陈飞宇演的少年将军段须在他面前，那种青涩又拘谨的样子，真的有点被拿捏的感觉。千年领主的压迫感和少年将军的反差感，简直太好磕了。切换成甜妹贺小小的时候，她又瞬间软萌起来，眼睛亮晶晶的，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尤其是和段须换了触觉之后，她在大街上到处捏东西，看到新奇的玩意儿就上手捏，捏坏了还一脸无辜的看着段须，眨巴着眼睛，好像在说我不是故意的。段须只能无奈又宠溺的跟在她后面，一边陪笑一边给人赔钱，那副小心翼翼又宠溺的样子，谁看了不喊一句好甜。还有他被人刺伤，浑身是伤的靠在段须身边，楚楚可怜的样子，眼神里带着点脆弱和委屈，连说话都带着点颤音。段须坐在他身边，眼神里的心疼藏都藏不住，伸手轻轻帮他擦去脸上的血污，那一幕真的看得我鼻子发酸，又心疼又觉得好磕。其实仔细想想，贺思慕这么会撩，根本不是天生的，而是他活了400年，在人间游戏人间学来的套路。他见过无数个长得好看的男人，那些人大多只是垂涎他的美貌，围着他转来转去，可因为没有五感，他对这些人根本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直到遇到段须，这个愿意跟他换五感，愿意陪他感受人间喜怒哀乐的少年将军，他才第一次觉得特别。换五感这件事，对活了几百年的领主来说，是多么珍贵的信任啊！段须毫不犹豫的选择，让贺思慕第一次对一个人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说实话，目前来看，贺思慕对段须好像还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喜欢，更多的是一种征服欲。他活了这么久，见过太多人拜倒在他的美貌下，可段须不一样，他会脸红，会心跳，会不知所措，这种鲜活的反应让他觉得很有趣。
他想让这个特别的少年臣服于自己的魅力，想看看他为自己心动的样子，就像对待一件独一无二的玩具，带着点好奇和占有欲。而且这对 CP 真的不是大家以为的傻白甜组合，两人都特别聪明。赫思木活了400年，心思通透，看透人心，千年的阅历让他自带强大的气场。段须虽然是少年将军，却背负着血海深仇，腹黑又隐忍，智商全程在线。他们不是因为一时的心动就在一起，而是互相试探，互相吸引，在相处中慢慢发现彼此的特别。这种势均力敌的爱情，真的比单纯的甜更好磕。前4集的节奏确实有点慢，很多剧情都没交代清楚，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有点懵。但从段须的背景慢慢揭开，赫思木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破望剑会认他为主，剧情一下子就变得精彩起来了，节奏越来越快，互动也越来越甜，越看越上头。赫思木从最初的撩而不自知，到慢慢被段须的温柔和坚定打动。段须从青涩拘谨到愿意为他对抗全世界，这种成长型的爱情真的太有魅力了。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真的把赫思木演活了，她把领主的孤寂、撩人、霸气、软萌每一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陈飞宇也把段须的少年感、破碎感和深情拿捏得很到位，两人的 CP 感越看越浓，互动里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接触都让人忍不住姨母笑。在近期热度持续攀升的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迪丽热巴所饰演的赫思木。这个角色仿佛带着某种天然的吸引力，一出场便牢牢抓住观众的视线，而他与陈飞宇饰演的段须之间那种微妙又克制的情感张力，更是让人越看越沉迷。说实话，这并不是一段靠高糖输出取胜的关系，它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赫思木的撩从来不是刻意设计的桥段，而更像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本能流露。他靠近段须时那若有若无的呼吸，眼神中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打量，还有那些看似随意却精准落点的肢体触碰，都让人不禁感叹，这种魅力早已超越了表面的技巧，而是一种角色灵魂的自然外化。而迪丽热巴在这一层表达上的完成度，可以说是相当惊艳。她并没有用夸张的方式去放大撩人的效果，反而选择了极其克制的处理方式，轻一点，慢一点，淡一点，却更真实，更有余韵。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在表演撩人的角色，而是一个真正活了数百年，早已看透世事，却在不经意间流露情感的领主。尤其是在与段须的对手戏中，这种层次感被进一步放大。陈飞宇所呈现的少年将军，带着青涩与克制，他的局促、闪躲，甚至是那种不知所措的紧张，恰好成为赫思木魅力的最佳映衬。一个是历经沧桑却依然游刃有余的灵界之主，一个是初入情感世界却心思深沉的少年将军，两者之间形成的反差，使得每一次互动都充满了张力。更难得的是，赫思木并非单一维度的角色，他可以是红衣白发、气场凌厉的灵界统治者，也可以在某些瞬间流露出近乎天真的一面。当他化身为贺小小，那种眼神的变化、情绪的转折，都处理得极其自然。观众几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是同一个灵魂在不同状态下的呈现，而不是简单的角色切换。这种表演的说服力，恰恰来源于细节的累积。一个眼神的停顿，一次呼吸的变化，甚至是指尖触碰时的微妙节奏，都被精准地捕捉并传递出来。也正因如此，赫思木这个角色才会显得如此立体。他既有俯瞰众生的冷静，也有面对特别之人时隐约流露的迟疑与好奇。从剧情层面来看，赫思木与段须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开始就指向爱情，更像是一种带着试探意味的靠近。他对段须的兴趣，某种程度上源于不同。在他漫长的生命中，太多人对他趋之若鹜，而段须的克制与真实，
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想要了解的冲动。这种情感的起点并不炽烈，却极具延展空间。而随着剧情推进，这种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试探，到逐渐建立的信任，再到彼此在困境中展现出的选择与担当，这段情感开始拥有了更深的重量。观众看到的不再只是暧昧的互动，而是一种在共同经历中慢慢沉淀的连接。不得不说，迪丽热巴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掌控力令人印象深刻。她既能撑起角色的气场，又能在细微处表达情绪的流动，让贺思慕从惊艳走向耐看。这种从外在吸引到内在打动的转变，正是一个角色真正立住的关键。与此同时，陈飞宇的表现也为这段关系增添了不少真实感。他并没有刻意强化深情，而是通过一点点细腻的反应，让观众逐渐感受到段暄内心的变化。这种慢慢累积的情感，让人更容易产生共鸣。整体来看，白日提灯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不急不躁的叙事方式。它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让角色在互动中自然生长，让情感在细节中慢慢发酵。而贺思慕这个角色则成为这一切的核心支点。当观众回看那些所谓的名场面时，会发现真正令人上头的从来不是单一的动作或桥段，而是隐藏在其中的情绪流动与人物关系的变化。那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那种似有若无的情感牵引，才是最打动人心的部分。可以预见，随着剧情继续展开，贺思慕与段暄之间的关系还会迎来更多转折。而也正是这种未知，让人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发展。或许真正动人的爱情，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轰轰烈烈，而是在不断试探与靠近中，慢慢变得无法割舍。而迪丽热巴正用她极具层次的表演，让这一切变得可信、动人，也令人难以忘怀。现在就特别期待后续的剧情，想看贺思慕彻底对段暄动心，想看段暄勇敢表达自己的心意，想看这对百年领主乘以少年将军的宿命爱情，到底会有多甜、多虐、多让人上头。迪丽热巴不知道市面上有什么剧本，顶流女星都太被动。最近，迪丽热巴在一场采访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演员职业的感受，尤其是对于剧本选择的被动性。她直言不讳地说：“我不知道市面上有什么剧本。”她的话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星，迪丽热巴的这番话不仅揭示了娱乐圈的潜规则，也让人们对演员在行业中的角色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当被问及是否想演一些过瘾的角色时，迪丽热巴坦诚，自己无法主动接触到市场上的剧本，所有的剧本都必须经过团队的筛选，自己只能被动接受。给我什么本子，我就只能看到什么。她感叹道，只能被动等待。对于这个现状，她并没有过多抱怨，而是强调了自己更看重剧本的内涵与社会价值的传递，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呈现出那些观众看不到的内容。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些人认为，作为顶流演员，迪丽热巴应该有更多的主动性，具备争取优质资源的能力，而不是单纯等待机会的到来。也有声音指出，她所属的经纪公司嘉行可能由于信息闭塞，使得艺人无法全面了解市场上正在进行的各类剧本，导致选择的局限性。然而，回顾圈内一些其他演员的看法，杨紫曾公开表示，演员永远是被动的，只能从现有的剧本中选择。而陈晓、郝蕾等人也都指出，演员在行业中的角色是等待被选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尽管头部演员享有资源的优先选择权，但剧本的选择仍然需要经过团队和平台的层层筛选，尤其是签约公司内的艺人，他们的选择权往往受到更多限制。迪丽热巴虽然面临着一些质疑，但她在近年来的作品中已经尝试主动突破以往偶像剧的框架，积极接演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例如，她
他在公诉和利剑玫瑰中聚焦打拐、司法等社会议题，表现出一种希望通过角色传递社会价值的愿望。这些作品也得到了光明日报的认可，称他以演员身份照亮社会，可见他在尝试用自己的表演去探讨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此外，在白日提灯一剧中，迪丽热巴还挑战了无感鬼王等复杂设定，试图通过细致的表演区隔三重人格，展现出她在表演上的野心和深度。然而，这部剧的播出结果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收视与口碑，令外界对她的选剧策略产生了更多争议。有网友表示，尽管白日提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她敢于突破和挑战，依然值得肯定。他们认为，迪丽热巴以角色传递社会意义，正在重新定义顶流女星的价值。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指出，迪丽热巴的演技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未必能完全支撑剧本的深度。正因如此，萧启清壤和白日提灯这两部作品的口碑呈现出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人称她为敢于突破的女演员，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质疑她是否能胜任更为复杂的角色。这种矛盾的评价，或许也是迪丽热巴当前在选择剧本时面临的挑战之一。在这个信息爆炸、选择看似无比丰富的时代，当迪丽热巴说出那句“我不知道市面上有什么剧本”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惊讶，甚至有点不敢相信，一个站在流量顶端的女演员，居然也会看不到选择。但如果你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的分量远比表面听起来更沉重。它不是一句简单的无奈，而更像是一扇被轻轻推开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演员这个职业在光鲜背后的真实结构。原来，即便站在聚光灯最中央，演员依然不是掌控一切的人，反而常常是被筛选、被安排、被推着向前走的那一个。很多人习惯把顶流与绝对主动权画上等号，仿佛只要足够红，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挑剧本、定角色。但现实远没有这么理想。就像杨紫曾说过的那样，演员本质上是被动的职业，你能做的不过是在递到你面前的选项里做出选择。而像陈晓、郝蕾这样的演员，也早已多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不是你想演什么，而是有什么可以让你演。在这样的行业规则之下，再去看迪丽热巴的那番发言，就会多出几分理解，甚至是一点点心疼。她并没有抱怨体系的不公，也没有刻意为自己开脱，而是很平静地陈述一种现实：剧本需要经过团队筛选，资源需要层层过滤，她能看到的世界本身就已经被剪辑过了。但真正打动人的，其实不是这份被动，而是她在被动之中依然坚持的那一点主动。她说自己更看重剧本的内涵与社会价值，希望通过作品去呈现那些观众平时看不到的东西。这种表达很克制，却很有力量。你可以看到，她并没有把目标停留在爆款热度这些更容易被量化的标准上，而是试图去触碰一些更深层的内容。比如在《公诉与利剑玫瑰》中，她把目光投向了打拐、司法这些现实议题，让角色不再只是爱情叙事中的附属，而成为社会议题的承载者。这种选择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它不一定讨喜，也不一定安全。再比如在《白日提灯》里，他尝试去塑造一个设定复杂的角色，无感的鬼王，三重人格的区隔。这种角色本身就对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只是情绪的表达，更是对细节和层次的控制。坦白说，这样的尝试并不轻松，甚至很容易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但他还是去做了。当然，结果并不完美。白日提灯的口碑与成绩没有达到预期，也让外界对他的选剧策略产生了新的质疑。有人开始问，这样的尝试真的值得吗？是不是应该更稳一点？甚至有人把问题指向他的表演能力，认为他还不足以完全支撑这些复杂角色。
但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来看，会发现另一种更有意思的变化正在发生。过去，我们评价一个顶流女星，往往只看2个维度：流量够不够高，作品够不够火。而现在，像迪丽热巴这样的人，正在试图把第3个维度带进来，表达。他在用自己的选择，一点点去试探边界。顶流演员能不能不仅仅是被消费的对象，而是有输出的创作者？他也许还没有完全找到答案，但他已经在路上了。这种状态其实很真实，因为转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往往伴随着争议、摇摆，甚至失败。有人看到的是不稳定，但也有人看到的是可能性。而这2种声音的同时存在，恰恰说明他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所以，与其急着给他下定义，不如多给一点时间去观察。也许他还会继续试错，也许还会遇到新的瓶颈，但只要那种对内容的执着还在，对角色的好奇还在，他就不会停在原地。说到底，那句我不知道市面上有什么剧本，并不是一个句号，而更像是一个起点。它让我们重新理解演员的位置，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娱乐体系里，一个人究竟还能为自己争取到多少表达的空间。而迪丽热巴正在用她的方式，一点点去回答这个问题。白日提灯，戏外比戏里还甜。陈飞宇卖力拒宣，可惜被男二截胡。一部电视剧能火爆出圈，能被观众热烈讨论，除了在剧中男女主角有足够强的 CP 感，剧情吸引观众之外，男女主角在戏外的互动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里介绍陈飞宇和迪丽热巴合作主演的玄幻古装剧《白日提灯》，相信比这部剧更火的，应该是陈飞宇在戏外的宣传。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陈飞宇真的想要把影写在了脸上，与迪丽热巴的互动非常热情，在戏外比在戏里要更甜。陈飞宇如此努力，能否成为与迪丽热巴最有 CP 感的男主吗？没想到的是，在作品正式播出之后，陈飞宇如此卖力的宣传却被男二截胡了。这部剧中的人设都是比较特别的，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角赫思木是一个有着400多岁的万灵之主，然而她天生没有五感，对于世间万物都没有感知。白天她是柔弱的少女，夜晚直接变成了灵界之主。女主的人设还有一个很特别之处，400多岁的年纪她并没有白活，尤其是在她展示自己20多个前男友的坟墓的时候，大家直接惊呆了。原本以为男主会知难而退，但没想到男主却争着抢着想要当他的第23个。陈飞宇塑造的是一位少年将军征战四方，平日里风光无限，然而这样阳光的人设背后还有着血海深仇，他一直背负着灭族仇恨，在权谋与战场中挣扎，人设上也是有着2副面孔的。其实在这部剧中，男主的人设看似正派，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在过去的很多古装剧中都有着类似的角色，而相比较之下，男二的人设要特殊一点。男二和女主应该算是同类人，在女主400岁的岁月里，他陪伴了将近300年，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对女主都是非常忠诚的，也愿意一直陪在她身边。即使过去女主身边有一个又一个前任，他都从来没有任何危机感，直到男主这个凡人出现，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真实情感。看着女主和男主的感情越来越好，他对女主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复杂，直接由爱生恨。整体来看，男主的人设是爱而不得加上美强惨，可以说是 buff 叠满了。剧中男二的扮演者是魏哲鸣，一直被粉丝评价为人服感十足。过去大家一直都吐槽，很少有男演员能够与迪丽热巴有 CP 感，然而这一次面对人设强势的迪丽热巴，魏哲鸣中诠释的人设反而很出彩，加上剧中他对女主一直都深爱而不得，又增添了很多破碎感。对比男主中规中矩的人设，男二的出圈是势在必行的。在追这部剧的同时，也关注了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在戏外的互动，两人一起参加综艺《你好》，
星期六，在节目中，陈飞宇可以说是非常卖力的在宣传了。在游戏互动中，主持人提问道：无论换多少次手机，都不舍得删的照片的时候，陈飞宇的答案竟然是与迪丽热巴的合照。这个答案一被亮出之后，观众们都看出了陈飞宇的野心，也认为他的内心一定是势在必得了。看着陈飞宇戏外比戏里演的还要卖力，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内娱卷王了。其实年初的时候，陈飞宇和孙千一起合作的年代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热度就很高，在剧中，他也凭借优秀的角色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其实，戏外的互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戏里的角色。只要把角色塑造好，男女主角情谊自然流露，观众们也是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甜蜜与幸福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戏外再有一些甜蜜又温馨的互动，才称得上是锦上添花。所以对于演员来说，还是要以角色为先，不要试图走捷径，稳扎稳打才能立住角色。对于这一次迪丽热巴的表现，相信大家也是有一定期待的，因为这一段时间网上一直在传迪丽热巴换了新的经纪人，在新经纪人的撑腰之下，她整体的状态似乎越来越好了，各个平台的宣传和互动也成为了加分项。我觉得这部剧还是很值得期待的。相比较其他的古装剧，整体的故事剧情很特别，剧中3位主演的虐恋也是很大的看点，所以喜欢这部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如今的古装奇幻赛道里，白日提灯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掀起如此强烈的讨论热潮，并不仅仅依赖于表面的流量与话题，更在于它构建出了一种颇具张力的人物关系与情感结构。而在这其中，迪丽热巴的表现无疑成为整部作品最稳固也最令人信服的核心支点。她所饰演的贺思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400年的岁月不是简单的时间累积，而是一种被抽离了感知的孤独存在。没有五感，却要统御万灵。白日柔弱，夜晚凌厉，这种近乎撕裂的人设，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流于表面。但迪丽热巴却用一种极具层次的表达，让角色在冷与热、强与弱之间自然流动。她不需要刻意强调情绪，仅仅是眼神的停顿、呼吸的节奏变化，就足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看似无感，实则深藏波澜的复杂内心。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对角色情感重量的掌控。面对20多个前任的设定，这本可以成为一种略显夸张甚至轻浮的剧情点，但在她的演绎之下，却反而呈现出一种宿命般的苍凉感。那些过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时间印记。她站在那里，不需要多说什么，观众就会明白，这个角色的每一次情感靠近，背后都带着沉重的代价。与陈飞宇的对手戏，则展现出另一种层面的张力。戏外的互动确实为观众提供了不少甜度加成，甚至一度让人产生错觉，仿佛他们的情感在镜头之外更加真实，更有温度。然而回到剧情本身，男主略显常规的人物设定，在强烈对比之下，反而更凸显出女主的独特与不可替代。迪丽热巴并没有被这种对比所带偏，她始终稳稳地站在角色之中，用自己的节奏去接住对方的情绪，而不是被动的回应。至于魏哲鸣所饰演的男二，则为整部剧增添了一抹极具破碎感的色彩。300年的守候与隐忍，使这个角色在情感表达上更为浓烈，也更容易引发观众共鸣。但正是在这样的深情包围之中，迪丽热巴的表演显得更加克制与高级。她没有被对方的情绪牵着走，而是始终保持着属于贺思慕的距离感，那是一种介于回应与拒绝之间的微妙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迪丽热巴在整体状态上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无论是剧中的造型呈现，还是戏外的宣传互动，她都展现出一种更加从容、自信的气场。尤其是在面对各种外界声音时，她没有急于证明什么，而是用作品本身去回应。这种以角色说话的方式，
恰恰是一个演员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白日提灯或许有争议、有讨论，甚至有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让观众重新看到了迪丽热巴在角色塑造上的更多可能性。她不再只是被标签化的美，而是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表达边界，让人物真正活在观众心中。当一部作品结束之后，观众还能记住角色的呼吸、情绪，甚至某一个转身的瞬间，这才是表演真正的价值所在。而迪丽热巴正一步步走在这条更长远，也更值得期待的道路上。迪丽热巴换皮式演技，一人三角无缝切换，这身材演400岁鬼王太绝了。迪丽热巴的待播剧简直杀疯了，2部作品直接承包了2026年待播榜的半壁江山，这热度还有谁能打？新浪网最新报道显示，她主演的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不仅双端预约量破600万，登顶全平台榜首，还刷新了年度待播剧纪录。腾讯视频站内预约量更是一骑绝尘。更绝的是，这部剧的角色贺思木简直是顶流预定。德塔文欢网大数据热度榜连续霸榜 Top 1，角色热度峰值飙到10389，直接拿下月冠。抖音上迪丽热巴贺思木话题播放量狂破12亿，定档预告刚放出来1小时就秒上热搜，这国民度真的贵了。而另一部都市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也不甘示弱，稳居待播榜 Top 3。迪丽热巴在里面挑战双生互换人设，一边是精英作家，一边是小镇主妇，这种反差感直接让期待指数爆表。角色蔚蓝热度峰值9937，看来观众已经等不及要看她如何演绎女性成长逆袭了。这次热巴的演技简直是开了挂。白日提灯里一人分饰3角，400岁无感鬼王、孤女贺小小、疯批反派乔嫣，光是听设定就觉得刺激。据说他靠眼神和微表情就能切换角色状态，这难道是要冲奖的节奏？制作班底更是神仙配置，长相思导演秦真亲自操刀，流浪地球特效团队打造1900个电影级镜头，还实景搭建了26米高的龟墟城，服化道融合敦煌美学，光看剧照就已经美到窒息，这是要把仙侠剧的审美卷出新高度啊！ OST 阵容也让人尖叫，周深、刘宇宁等实力歌手加盟，光是想想就知道会有多好听。宣发更是玩出花，拍立得电子签名海报，主演视频来电互动，还联动10多个品牌出联名周边，这商务能力简直是内娱天花板。难怪网友都说内娱不能没有迪丽热巴。2025年2部剧力荐，玫瑰萧启清嚷狂揽23亿播放量，央视和平台都盖章认证她的扛剧能力。现在3部待播剧在手，题材横跨古装、都市、奇幻，这是要承包大家一整年的追剧清单吗？从红衣白发的鬼王到双生互换的都市女性，迪丽热巴每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新惊喜。在当下竞争愈发激烈的影视环境中，能够真正做到让观众记住角色，而不是只记住演员名字的人并不多，而迪丽热巴恰恰正朝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行。最近围绕她的讨论可以说是一路高歌。从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到都市题材，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2部作品未播先火，数据层面的亮眼表现固然说明了市场的期待，但更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她在角色塑造上的进化。在《白日提灯》中，贺思木这一角色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一般古偶女主的设定。她不是单一的美强惨，而是拥有多重身份与情绪层次的存在。冷感疏离的400岁鬼王，命运多舛的孤女贺小小，以及带着危险气息的疯批乔嫣，这样的3重切面，对于任何演员来说，都是一次极具挑战的表演考验。而迪丽热巴最令人惊喜的地方，在于她并没有依赖夸张的肢体或刻意的台词处理，而是通过眼神的温度变化、面部肌肉的细微控制，让观众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角色身份的辨认。那种从无感到有情、
从克制到失控的切换，是流动的，也是精准的。某种程度上，这种换皮式的表演，并非学透，而是一种对角色内部逻辑的深度理解。再看都市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他所饰演的蔚蓝，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维度。一边是理性克制、拥有自我表达能力的精英作家，一边是被现实裹挟，在家庭与自我之间挣扎的小镇主妇。这样的双生互换，表面看是身份差异，实则是对女性人生路径的两种投射。迪丽热巴在这里展现的，不再是外放的戏剧张力，而是一种更贴近生活的细腻表达。她让人物的变化有迹可循，从眼神里的迟疑，到语气中的停顿，再到肢体动作的微妙收缩，都在悄然构建一个女性逐步觉醒的过程。这种慢热型的演绎，往往更考验演员的耐心与控制力。当然，一部作品的成功，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白日提灯的制作规格同样值得一提。从导演秦真的整体把控，到曾参与《流浪地球》的特效团队加持，再到融合敦煌美学的服化设计，这些元素共同构建出一个具有东方奇幻气质的影像世界。而在这样高完成度的视觉体系中，演员的存在感如果稍有不足，反而容易被吞没。但迪丽热巴并没有被淹没，反而成为画面中最稳定的情绪锚点。她的表演让观众在宏大的世界观中找到情感的落脚点，这一点其实非常难得。从更长线来看，她近几年的作品选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单一类型的古装甜宠，到逐渐尝试更复杂的人物关系与多层次叙事，她正在主动拓宽自己的表演边界。这种转变也许不会在短时间内带来立竿见影的评价反转，但却是演员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内娱不能没有迪丽热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粉丝的情绪表达，但如果放在行业语境中去理解，它其实折射出一种市场共识：观众需要既有辨识度，又有持续进步能力的演员。而他正在用一部又一部作品回应这种期待。当红衣白发的鬼王与都市现实中的普通女性在同一个演员身上交汇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角色的反差，更是一位演员逐渐成熟的轨迹。或许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在提起迪丽热巴时，首先想到的不再只是美，而是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角色瞬间。那么问题也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在赫斯木与蔚蓝之间，你会更期待哪一种她？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